哈，大家好，我是魏，大家好。周杰伦的新歌《太阳之子》MV 中串联了30多幅世界名画，其中用来开场的就是著名的马拉之死。在周董的版本里，马拉是被吸血鬼咬死的，并由此开启了周大侦探的猎魔之旅。但在真实的历史中，杀死马拉的凶手并没有逃脱，而是被当场抓获了。她是一位年仅24岁的美丽女子，名叫夏洛特·科代。她的动机既不为情，也不为财，甚至没有一点私怨，一切只是为了她心中的信仰。正如她在面对审判时所说：“我杀他一人，是为了拯救10万人。”然而，舆论对她的评价却十分割裂，有人痛骂她是革命的叛徒，有人则称她为暗杀天使。这种极端的对立，恰如人们对马拉之死的反应。一边是拥护者们将她奉为殉道烈士，顶礼膜拜；另一边则是仇家庆幸这个嗜血屠夫的消失，拍手称快。那么，科代究竟为什么要刺杀马拉？人们对这一事件的反应又为何会如此极端呢？今天我们就分别从马拉和科代的视角，一个故事说2遍，聊一聊马拉之死。整个事件的时代背景是在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时期。咱们故事的主人公让·保尔·马拉在大革命爆发的46年前，出生在瑞士一个普通教师家庭。你不要看他在画中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其实他是个个人能力很强的人。他很小就只身离开家乡，前往英国游学，在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拿到了医学博士学位，并凭借着高超的医术声名鹊起。在周杰伦 MV 里，马拉的那8块腹肌看着可不是弱不禁风的样子呀。他在 MV 里的设定是要给吸血鬼当血包的，这不得讲究点食物的色香味吗？我们还是说回历史上的马拉。他到了法国之后，凭借着在英国医学界累积的名声，很快就被任命为王室御医，不但有着超高的薪酬，还就此一脚踏入了法国的上流社会。而且他不仅在医学方面颇有造诣，对科学研究也充满热情。他将牛顿的著作《光学》翻译成了法文出版，还用行医赚来的钱建了一个物理实验室，专门进行各种光电研究。本杰明·富兰克林都是他实验室的常客。而同样对色彩理论深感兴趣的大文豪歌德也对他的研究成果赞赏有加。这马老师真是榜样啊，他是典型的样样通啊。是呀，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的话，他应该会成为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御医，又或者是加入法国皇家科学院，在学术上继续他的研究和探索。然而历史从来就没有什么预设好的路径。1789年，那个改写了整个欧洲历史进程的法国大革命，也同样改变了马拉的人生轨迹。那年5月，法王路易16望着被年年征战和王室开销逐渐掏空的国库，决定重新召开已经停办了175年的3级会议。顾名思义，这会议由教士、贵族和平民3个等级的代表组成。而此次会议的内容也很简单，为了帮助国家度过财政危机，国王要和平民阶级商量，之前借的钱能不能不还了，然后接下来能不能再多借点。当然，这商量的方式也是非常客气和民主的。占总人口1%拥有免税权的教士和贵族阶级各持1票，同时负责出钱占总人口99%的平民阶级也享有高达1票的表决权。3方需要共同投票决定是否同意国王的提议。经过激烈的讨论，结果也是以充满悬念的2比1通过了提案。我知道不同意的请举手。没有通过。说对了，就像你漏掉的那声有一样。在这种不平等的投票制度下，平民阶级不管有再多的人，心中有再大的不满，也发不出声来。但这一次，经过启蒙思想洗礼的法国人民彻底受够了，决定不再继续对这无耻的制度逆来顺受。他们拒绝承认投票结果，建立了国民议会，要求制定宪法，让每个人都能投出平等的1票。国民议会不但有着强大的群众基础，还得到了底层教士和自由派贵族的支持。甚至在军队中，许多士兵都公开表示，如果接到镇压议会的命令，他们将拒绝开枪。经过1个多月的僵持，法王妥协了。1789年6月，路易16被迫在凡尔赛宫承认了国民议会的合法地位。可这只是他的缓兵之计，眼看已经指挥不动本土军队了，法王于是暗中勾结境外势力，调集了近3万名外籍雇佣兵，秘密包围了巴黎和凡尔赛。一场将要强行解散议会、镇压反抗平民的军事阴谋正在城市的上空悄悄酝酿。但部队集结的消息还是走漏了，大吃一惊的巴黎人民这才反应过来，和狡猾的封建王权不仅要文斗，更要武斗。于是，在1789年7月14日，愤怒的民众一举攻占了巴士底狱，打响了法国大革命轰轰烈烈的第1枪。巴黎人民这下终于悟出枪杆子里出政权了呀！对此感悟最深的就要数马拉了。随着革命的爆发，他恐怕也是觉得学医救不了法国人，于是果断弃医从文，创办了报刊《人民之友》，呼吁底层民众坚决抗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即使到了1791年，路易16承认了宪法，宣示了对宪法的效忠，让法兰西正式从君主专制转变为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
马拉依旧每天写文章，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宁要民主共和的草，不要君主立宪的苗。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些词儿怎么这么耳熟呢？大革命的语言系统嘛，加载出来都大差不差。不过当局自然无法容忍他这些寻衅滋事的言论，于是巴黎警方多次对马拉下达逮捕令，经常突击搜查他的报馆，砸毁他的印刷机。为了逃避追捕，马拉不得不当起了地下党，在阴暗潮湿的下水道里过上了长达2年暗无天日的逃亡生活。但即使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他依旧心系革命。在吱喳的鼠叫声中，在微弱的烛光下，在横流的粪水间，马拉写下了一篇篇味道浓郁的文字，继续着对底层民众的熏陶。不过，也正是这种忍者神龟般的生活，让马拉染上了困扰他一生的严重皮肤病，这使他不得不长时间泡在药水里缓解痛苦。大部分的写作也都只能在浴缸里完成。看来马拉之死画的是工伤啊，马拉同志也算是倒在工位上了。那他究竟是怎么遇刺的呢？是这样的，当时的革命形势可谓是一片大好，不是小好，是大好，而且还将越来越好。马拉所属的雅各宾派逐渐走进了权力中心，他们在1792年彻底推翻了君主制，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而马拉也成功当选了巴黎呼声最高、得票最多的国会议员。1793年1月，在他和雅各宾派的不懈推动下，法王路易16终于作为头号毒夫民贼被送上了断头台，受到了革命的彻底清算。然而，随着国王的倒台，革命内部矛盾逐渐开始涌现，其中以吉伦特派为代表的反对声音尤为激烈。因此，马拉不得不继续领导着人民斗私辟修，与一切反革命势力做着顽强的斗争。可就在他意气风发，是将反革命分子一网打尽之时，却遭到了吉伦特派支持者夏洛特·科代的暗杀。科代利用了马拉同志天真善良的同情心，谎称自己生活困苦，需要这位人民挚友的指导和安慰。借着这个由头，科代见到了正在泡澡、毫无防备的马拉，于是他从怀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凶器，让当时还在伏案工作的马拉同志因公殉职。之后，夏洛特·科代当场被捕，4天后，他被宣判有罪，送上了断头台。马拉的意外身亡给雅各宾派带来了无尽的伤痛。官方本想将他遇刺时的惨状直接展现在人们面前，一来可以彰显他为国捐躯的伟大，二来也可以提醒大家要时刻警惕潜伏在身边的反革命分子。不过，也许是在下水道的那几年被腌制得过于入味，没几天，马拉同志的仪容就不大再适合近距离观瞻了。于是，他的好友法国新古典主义画派奠基人雅克·路易·大卫执笔画下了这幅著名的马拉之死，并将它挂在了国民议会大厅，供人瞻仰，让马拉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这个年纪轻轻的小姑娘为什么一定要刺杀马拉呢？想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把时间拨回到原点，从科代的视角重新讲述一遍这个故事。夏洛特·科代出生在诺曼底卡昂的一个贵族家庭，他青少年时期的大部分时光都在修道院的图书馆中度过的。在那里，卢梭、伏尔泰等人的著作是他的最爱，而那些古罗马首任暴君的刺客传记也同样令他着迷。因此，他在价值观上深受启蒙思想的熏陶，骨子里却刻下了古典英雄主义的烙印。1789年，当攻占巴士底狱的枪响传到卡昂时，贵族出身的科代竟没有感到一丝不安。他毫不在意这场斗争的矛头正是指向他所在的特权阶级，相反，他内心只有激动。他激动的是，法国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光荣革命。那些启蒙思想所描绘的先进制度正在自己的祖国生根发芽。他满心欢喜地畅想着，法兰西即将拥有一个更加光明美好的未来。随着革命的推进，一份名叫《人民之友》的报纸开始在街头巷尾疯传，而那个署名为马拉的作者则给科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总是用着最极端且残酷的语言，煽动着底层民众的愤怒，把暴力和私刑包装成保卫革命的唯一手段。更令科代感到恐惧和恶心的是，马拉在文章中不断疯狂加码的杀人指标。革命初期，马拉在报纸上鼓吹砍掉500-600颗脑袋就能保证你们的自由和幸福。之后，他又扬言要带来和平，12000名贵族的头颅必须落地。再后来，马拉的文字里则充斥着视人命如草芥般极其恐怖的论调。他叫嚣着，即使必须砍掉10万甚至20万颗脑袋，人民也绝不应该有任何犹豫。马拉这砍脑袋的指标通胀的也太厉害了吧！按照他这预算，法国人民的脑袋可不禁花呀。可恐怖之处就在于，以他当时在底层民众中的影响力，真的就能做到言出法随。1792年9月，在反法联军逼近巴黎的紧要关头，马拉提出了极其恶毒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论调。他鼓动民众在奔赴战场前，必须先解决掉监狱里的那些神父、保王党和外国特务，好让在外打仗的士兵们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为国效命。
他在报纸上叫嚷着不要诉诸什么法律程序，那太慢了，人民的审判才是最公正的。现在拯救国家的唯一办法就是拿起武器冲进修道院和监狱，把那些躲在暗处的叛徒全部杀光。在马拉的煽动下，巴黎爆发了举世震惊的9月大屠杀。在短短不到5天的时间里，上千名被关押的贵族和教士被一群受到洗脑的狂热暴民通过极其残忍的私刑屠杀殆尽。到了1793年1月，由马拉和雅各宾派主导的对法王路易16的审判彻底罔顾了刚刚制定的宪法。他们自诩顺应民意，强行拿着国王的人头为新生的共和国祭了旗。然而路易16的脑袋不但没有换来国家的繁荣，反倒是将法兰西推入了内外交困的绝境。在内部，保守地区的民众因国王被杀而信仰崩塌，对新政权充满恐惧和愤怒，继而引发了各地的暴乱。在外部，欧洲各国的君主们看着自己的表亲被一群暴民送上了断头台，也陷入了极大的恐慌。反法同盟随即成立，法国从此被拖入了长达20年的反法战争。而干掉了国王之后，马拉和他所领导的雅各宾派随即将矛头调转向了革命内部的政敌，相对温和的吉伦特派。他们故技重施，再次策动大批狂热的底层民众发动武装起义，直接包围了国民工会，强行逮捕了29名吉伦特派的核心议员。随着巴黎的全面大清洗，吉伦特派的幸存骨干们四散奔逃，流亡外省。至此，雅各宾派实质上瓦解了最大的反对势力，把法兰西的最高统治权死死捏在了自己手中。马拉不仅砍老宅的数值涨得挺快，这技能范围也是越来越大了，从囚犯到国王，最后都到革命战友头上了。这要给他发育到大后期，不得全凭 AOE 啊？没错，所以那些侥幸逃出巴黎的吉伦特派成员，在流亡各地时，四处组织集会，血泪控诉着他和雅各宾派的暴行。而夏洛特科代所在的卡昂市，正是这些流亡者最大的聚集地。在卡昂的广场上，在那些逃亡者声泪俱下的演讲中，科代逐渐在心里拼凑出了马拉的真实面目。家境清贫的马拉很小便独自去到英国闯荡，由于读过几本医书，他便在伦敦街头开启了医馆。或许是真的有些手段，他竟无师自通的在医学界混出了些名头。后来，为了能到巴黎某个宫廷御医的高薪职位，苦于没有正规学历的马拉便托关系在苏格兰搞了个名誉医学博士的头衔。原来马拉是个水分有点大的江湖游医啊，这王室 HR 的背调做得不行啊。马拉在成功混进上流社会，当了几年王室医生后，又将野心投向了科学界。爱博眼球的他撰写了多篇公开挑战牛顿的论文。但他那些哗众取宠的民科理论，得到的只是法国正统科学界无情的嘲笑。加入皇家科学院的梦想彻底破灭后，马拉对贵族和权威产生了强烈的恨意。这一切化作了一团暴力的火苗，就此在他的心中熊熊燃烧。随着大革命的爆发，他积压多年的愤怒和挫败感，终于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宣泄口。他用文字煽动着底层民众的情绪，将一切复杂的社会矛盾都简单粗暴地转化为对权贵的仇视。而他给出的唯一解法就是用暴力去砍掉特权阶级的狗头。可这种极端论调在那个民生凋敝的年代确实管用。毕竟当所有人都还在为明天的面包发愁时，号召大家去把富人的财产抢一抢，永远比规劝人们静下心来把道理想一想听起来要刺激和诱人得多。而后来那场严重的皮肤病更是彻底催化了马拉的疯狂。他的文风如同他溃烂的皮肤一样，变得愈发扭曲可怖。他要砍掉的人头越来越多，他要清算的对象越来越广。随着他一步步走上权力的巅峰，声量也越来越大，整个社会在他的鼓动下变得彻底撕裂。眼看着祖国正被马拉引向自相残杀、内忧外患的深渊，年仅24岁的夏洛特科代平静地坐上了前往巴黎的马车。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要亲手斩断这一切混乱的根源，用马拉的方式以暴制暴，杀一人而救10万。哇！这是女侠呀，有点刺客聂隐娘的范儿。她有聂隐娘的飒，却没有聂隐娘的狠。其实直到动手的前一刻，柯代心中都还有着一丝犹豫。行动的那天上午，柯代在路边买了一柄长约5英寸的厨房尖刀，将它藏在了自己的胸衣里。等一下，5英寸要有12厘米了，这么长的刀，它藏在胸衣里也不会割到自己吗？这就要说到18世纪欧洲女性一种叫做 stays 的紧身胸衣了。这种胸衣不仅内部缝有厚厚的衬垫，它的骨架更是由坚硬的筋骨、木片甚至金属条支撑起来的。虽然称作胸衣，但你把它当成胸甲也不过分。所以从技术上来说，把厨刀藏在里面是完全可行的。不过虽然技术上可行，但马拉也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的。柯代在早上和中午各去了一次，可都被马拉的妻子西蒙娜挡在了门口。到了晚上，柯代第3次尝试求见马拉，却依旧被西蒙娜拦下。这一次，柯代没有转身离开，而是故意和他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他高喊着：“让我见见马拉，我有吉伦特叛党的情报和名单。”
叛党名单这几个字仿佛一滴春药，精准激活了马拉的祭点。楼上传来了他因兴奋而略带颤抖的声音，让他进来。于是西蒙拉这才极不情愿地把柯代让上了2楼。柯代推开房门，一股夹杂着硫磺和腐败气息的刺鼻药水味扑面而来，眼前是一间昏暗狭小的浴室。其实柯代一直很好奇，马拉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一个怎样的人能够如此熟练地操纵着底层民众的情绪，能够如此精准地挑拨着阶级间的痛点和矛盾？一个怎样的人能够每天冷血地叫嚣着，即使要杀掉几十万人，也应该毫不犹豫？在他的想象中，马拉应该是一个满脸邪气、冷血跋扈的混世魔王。可当他亲眼见到马拉时，却愣住了。原来他不过是一个长相平平的普通人，是一个虚弱甚至有点可怜的病人模样。看他忍着病痛，即使泡在浑浊的浴缸里，也还在坚持伏案写作。柯代第一次动摇了：我这样做对吗？对一个病人下手，算是英雄所为吗？就因为政见不同，便夺走一个人的生命，真的是正义之举吗？可还没等柯代捋清思路，马拉就迫不及待地先开口了。他用冰冷的声音单刀直入地问道：听说你有叛乱分子的名单，告诉我他们是谁，计划是什么？柯代震惊地报出了几个吉伦特领袖的名字，并告诉马拉他们是如何向民众抹黑雅各宾派的。柯代一边说，一边观察着马拉的反应。当他听到那些政敌的名字时，眼里立刻放出了光，赶紧在纸上记录了下来。而当他听到柯代复述雅各宾派的暴行时，马拉却是满脸的冷漠与不屑。他甚至没有试图向柯代解释什么，只是死死盯着手上的名单，如获至宝，嘴里不断嘟囔着：很好，很好。柯代试探性地问了一句：那这些人会怎么样？怎么样？哼，过不了几天，我就会把他们通通送上断头台。马拉兴奋地回答。这声回答清脆得让人根本听不出这是一个饱受折磨的病人。马拉激动的眼神炙热的仿佛能滴出血来。这一刻，柯代不再犹豫，他拔出利刃，手起刀落，直直地插进了马拉的胸口。伴随着错愕的眼神和一声救救我的绝望尖叫，马拉就这样倒在了浴缸中。这时的柯代没有惊慌，也没有害怕，他望着马拉，心中竟升起一阵好笑。原来这个每天把砍下千万颗头颅挂在嘴边，视人民如草芥的马拉，也是怕死的呀。柯代平静地丢下刀，就这么静静地站在原地等着，没有一句辩解，没有一丝反抗。他被关进了监狱，等待着他的将是无情的铡刀。这是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了呀。是的，柯代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活着离开巴黎。他在法庭上无比坦然地承认了自己预谋杀人的事实。当法官问到他为什么要刺杀马拉时，他平静地回答：我杀了一个人是为了拯救10万人，我杀了一个恶棍是为了拯救无辜的生命，我杀了一头野兽是为了让我的祖国获得安宁。面对法庭下达的死刑宣判，柯代只有一个要求，他希望能给他画一幅画像，是叛徒还是英雄，将是非功过留给后人去评说。这幅画便是完成于他行刑前的几小时。在这年仅24岁即将踏上断头台的少女眼中，流露出的竟是如此超凡果决的平静和坚定。在后世，法国著名作家拉马丁评价柯代为暗杀天使，而到了1860年，法国画家保罗·波德里更是用这幅名为《夏洛特·柯代》的油画重新定格了刺杀发生时的那一刻。在这幅画里，波德里将舍身取义的柯代塑造成画面的绝对主角，这与当年大卫那幅极度神话的马拉之死，无论是在视觉冲击还是在画面利益上，都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反差和对比。所以后世对柯代的评价还是很积极正面的嘛。在个人层面上，这确实是一个极具英雄主义色彩的行动，但在历史层面上，马拉的死不仅给雅各宾派的造神运动创造了一个完美素材，更是为他们加速政治清洗、开启集权统治提供了一个绝佳借口。这场刺杀事件直接催生了臭名昭著的嫌疑犯法令，它赋予了地方委员会随意逮捕任何疑似反革命分子的绝对特权。首当其冲的便是柯代试图用生命去拯救的吉伦特派。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法国有超过20万人被拘捕，数万人未经审判就被私刑处决。这便是那段在法国历史上被称为恐怖统治的至暗时期。然而，雅各宾派也在这种权力不受约束的独裁狂热中走向了失控的极端。派系内外无差别的清洗和政府内部人人自危的恐惧，最终让他们受到反噬。在热月政变中，雅各宾派全面倒台，排着队被送上了他们使用的最为熟练的断头台。最讽刺的是，这场推翻了君主专制、奠定了法兰西共和国的10年大革命，在经历了无数的流血和杀戮后，最终竟是成就了拿破仑·波拿巴的加冕称帝。
而那个曾经满怀悲痛画下马拉之死的雅克·路易·大卫，又再一次用自己的画笔画下了拿破仑翻越阿尔卑斯山、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等众多传世名作。他用比花间柳巷里的胭脂水粉更鲜艳100倍的色彩，围绕着他的新皇帝，继续着他新一轮的造神运动。所以，不论是哪种叙述，这都是马拉之死的最终结局。马拉做错了吗？错了，但也许没有全错。在那个非常年代，若没有非常手段，恐怕革命也很难成功，而雅各宾派自己恐怕也会落得像吉伦特派那样悲惨的下场。但他终究还是错了，否则也不会被时代所抛弃。可他又是如何收获了那数以万计的拥趸呢？错的只有他吗？柯代做错了吗？难道杀掉一个叫嚣着要砍掉10万头颅的恶魔也有错吗？难道这一切是为了自由共和的理想也有错吗？如果他没错，那他为什么要用自己最反对的方式来对抗他最反对的那个人呢？如果他没错，那他本想拯救的数十万人，又为什么会因为他的行动反而招致了更加残酷的清洗呢？革命错了吗？如果革命没错，那为什么革命之后流血和饥饿反而更多了呢？如果革命没错，那为什么在经历了整整10年的共和洗礼后，法国人民最终又重新选择了他们的波拿巴皇帝呢？也许有时候，这个世界最大的错，往往源于所有人都在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如果大家都可以有更开放的态度，多一些视角来重新审视这个复杂的世界，或许就会发现，哪怕是 nonsense， 其中也有 sense。好了，这就是我的 nonsense。那么，我们下次再见，拜拜。